在这一局去上场，才能起到一个最大的收益的。对，毕竟艾维他太克制这个阵容的牵制了。是的，这样的话，你的密码机可能它就没有那么容易干扰了，依旧是一个10字的悬点。白鹿这边可能也在赌冒险家会不会选在中场让队友保护起来，所以选择了一个对称点。非常神速啊！直接进入到我们的比赛，选择先召唤14人往中场去排。本体的方向是往古董商那个位置去靠的。哎，感觉14人是在往冒险家的方向去找。就我觉得就是一打艾维局，对于求生者来讲呢，这个时间就没有那么重要了，我就可以慢慢的去消耗了。不过也能看到冒险家这边是提前防照了，知道你的白鹿的艾维是想过来追击一下的。是的，是的。就大家都不修了嘛，对，前期先选择一个拉点保稳的一个战术。古董商这边也是选择直接从空地上去走，这样不会被你的一个陶片架住板区。上到58的心智值，目前来说身位还是比较安全的。是的，对于白鹿来讲，可能要等一下自己的闪现了。想走路，哦呦！但是本体吼到了，他是抓了一个古董商回头的瞬间，58变60，然后接本体吼，哇，这个反应真的太快了，这是我们的年轻选手吗？哦呦，14人也喷到了，全预判，那下一个寄生 CD 好的话，可能就要被秒了。而且其实你看他这个移速啊，也是很快的，对，可能要被迫考虑坐车吗？但是这个车的话比较短。它的两站之间的一个路径是最少的，并不足以拖到时间，而且可能吃不出来闪现。这边可以直接压一个起身，刚落地直接被打倒。那么依旧是一个很快的追截的，而且密码机也很慢。大家前期在拉点，艾维的技能也没有交，而且他这把带了一手张狂，等下还可以去开到2阶。对的，就看古董商在第2次牵制的时候，大副能不能给一点空间，把闪现吃出来。这局对于求生者来讲，其实是比较劣势的一个开局了。没错，这样在干扰下脸上的密码机，可能真的是要靠这个冒险家来做一个破译的核心。提前摇出怀表，易了。看一下男的一个救人博弈，掏一下骗，但擒人柱很高，已经来到90，打一刀就要来，哎，但是双倒，而且没有扯下来，可能就不下来了。哇，好像是反应慢了一下。还是有点太怕震慑了，他比较担心被震慑，但是因为这个70度刚好卡在了一个椅子外围，所以导致他救人会吃，不救人又不吃。有没有人赶紧过来补救？是的，末世这边摇出路易也不能再贪了，下一波路易继续给，哪怕被震慑也没有关系。对，但是吃了2个喷，小心被打断。哎呦，路易结束的一瞬间吃到了一个恐惧震慑，因为在以前路易的一个时间会消耗的比较快，那么2波手语没有救下来。摧枯拉朽啊！可能直接要宣告本场比赛是拿一个4抓了。白鹿的状态真的有点夸张了。这几天也可以看到，艾维在以前博弈的时候，救人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是的，一上来就是一个经典的葫芦娃救爷爷的名场面。白鹿真的是把这个控场监管打出了手椅监管的效果。那其实最后一个人他也不着急去挂嘛，可以慢慢的等一下木偶师的一个淘汰进度，然后再去拉扯保一个稳4抓。大副的自己一时半会儿也不太方便去交，因为如果你是把绝世方程交了之后，到后期2人拉扯的时候就更难跑一个了。就平常感觉我们自己打排位的时候，这个救人位就感觉他们压力山大，对，压力很大，而且经常就是感觉什么呢？啊，这个节奏来讲，对于监管者来说，肯定是一个手拿把掐的4抓局，出意外就是4抓局。对，所以看一下求生者这边怎么样去运营了，再打一刀，看看有没有一个36拖密码机的说法。哎呦，甚至点满，路易也交不出来，没有合适的身位，面对一个2阶艾维的话，确实是没有办法。对，那这样子木偶师随着木偶师挂飞，场上也只剩2位求生者了。而且大副这边是交了自己的一个自愈的，那么再传过来慢慢跟着他就好了，甚至可以预判一下。虽然没有喷到，但是桑纳雅对一直保持在60以上就比较危险了。在躲第3段怀表啊。是的，拉扯一下。这个闪现其实也可以交，快速击倒，然后再去找冒险家就可以了。而且他可以把11人调过来，看一下冒险家的位置。对。所以说这一局的话，对于艾维来讲，应该是没有什么任何问题了。也是看到了，锁定到了冒险家的位置。是的，这找到了。那
白纸身上有50的一个输液，但密码机现在差的太多了嘛，差2台。而且还可以哦，他是用飞轮抵消掉了一波金翅值。是的，消掉侵入度，往前去搏，但这里是一个小短板，而且这个板子非常难回。对，走过来一刀直接带走。这把其实非常干净利落，对，5分之内拿下了一个4抓选手啊。他就是以雕刻家来进入观众朋友们的视野。是的，那这一次他选择相信他最好的伙伴啊，加拉能否带来一个极限的逆境的4抓？因为这个角色确实是首先必要的条件，对吧？存在感。红蝶和逮住啊，就是一个逮住。开局的话就直接撞脸。对的，对的。前置压力很大，而且他雕刻家的话，因为你这个角色他的一个技能嘛，所以导致看一下这个前期小迪选择是直接上2楼，但这边2楼的话不宜久留，要么呢我就转墓地，要么我就跳下去。可能还是想转墓地，再利用一个车的地形进前，把娃娃放在上面，然后自己跳下去。哎，没有选择打这个娃娃吗？对，因为他要一个前期的速追嘛，所以说只能放弃一个交互加精准夹到，再给个预判，隔绝一下小迪转点的一个路径。那前面就有一个单板又加中交互。对，可能虽然很久没有上赛场，但是熟练度依旧非常夸张。可以看到绝活雕刻家他这个给雕像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只要你敢交互，那你就吃我一夹。前面这个板子又推走，刀直接收下，没有飞轮的借尸，这个选择空娃赶紧修机，外面4台机在抖，但是对于梦幻小蜜来讲，这个开局已经非常优势了。他现在得考虑往中场牵，因为他携带的是一手巨钳加失常。他这个天赋带法就是能把人挂很远，然后密码机直接踹。对。这样他还能丢一个象形坟场，先去干扰一下独栋，然后边往中场靠，干扰独栋密码机的同时，再交失常踹中场密码机。那边的话，看有没有机会迅速拖下来。这个操作确实非常的丝滑。不过求生者反应也很迅速啊，就是知道你要去失常了，远端直接被夹了一下接势。那小迪感觉这边还没有26啊。现在不要。哎呦，又被夹，还好砸了一板没有吃到1刀，不然直接开出2阶。再控一下娃娃。去赶一下电竞进度。是的，但是监控者这边，因为我也是一手张皇底牌嘛，等一下这个2阶你卖了我也能开。对的，现在就差1加2阶了，所以收机的时候可能得更小心一点。大邮局再投下2楼的坟场，看他能不能夹下娃娃。盲视野的夹很难中。是的。武士这边带鳞片过来，先交鳞片，被车给挡住了。没办法第一时间救人，以前的一个博弈，他1加开出2阶，打一刀，掉下没有回来，2阶出了。那这波的话，小迪就争取利用这个花险唯一时间，在墓地进行牵制，倒得远一点，不要干扰队友遗产就可以了。边牵制还要边控一下娃娃，赶紧修一点。属于一个接师，我倒了没事儿，但是密码机必须得修完。对的。忙里偷修，还在忙里偷修，对。能争取一点电机就争取一点。对，因为你汪小明手上雕像没有那么多了嘛。对。那反正你也是一个走地监管，我就修一会儿呗。哎，还在走交互家，在骗，但是还是被夹到了。那倒地时候赶紧修，密码机其实来到了一个非常多的进度，而且求生者他们提前选择修了第6台，让你没有办法去控场。是的。但是随着你借势飞天了之后，哎，直接切传送守护人的一个位置，提前已经下好了板，那下铲子就到板区，给个擦刀，而且能上2楼去规避你的雕像。交坟场，再赶往 S 板。赵后这边有鳞片，所以说是不太害怕你的2阶炸的。是的。还是决定先去管一下2楼的电，因为有个娃娃嘛，先把这个娃娃清掉会更好一点。打一个落地刀，但是守门这边没有被骗下来。投坟场找一下红蝶亭的木偶师，但是这个密码机进度其实比较难控了，因为都已经来到了一个70、80左右。小秒教授，但是夹到了被动，然后被鳞片挡了刀。对，那现在手上没有任何技能，雕像也不多，底牌也交过了。求生者知道你没有挽留，只要密码机一亮，攻守之势异。也，因为你没有携带挽留嘛，你开门战的话就会更，再加上你底牌已经切过了，甚至有3人3跑的面。你看求生者他们有化险为夷，然后有道具，卡视野。
地窖就在中场，那边木铁门已经在点了。这里不太好处理掉奈奈呀，他手上有飞轮的，而且教授这边还是一个满状态。这边奈奈也是不知套路，没有给到身位。是的，有没有机会呢？他得把奈奈架死在这个地方，不能让他靠近中场地窖。他得提前去炸他。如果说没有炸残的话，这个地窖他就走了。哎呦，等一下，这二阶炸到本体挡住，打一刀的话就直接往地窖上，还有飞轮走了3出。哇，看来还是也可以。哎，割据没有问题，没问题。这个阵容的话，突破口肯定还是。而且你可以看到白鹿的割据目前胜率是100%。看这个阵容拿出来嘛，飞行家肯定是起点，然后病患终点。那法罗在鬼屋里也不怕你割据直接过来找。应该就是跟起点的飞行家，哎，不一定，像是白鹿上司的话，还去找一下起点站的承载。那飞行家看他是要直接坐车，还是要博弈一下了？应该是先博弈再坐车。他觉得他自己在起点站能牵制嘛，而且割据的话你也没有说封车的一个能力。对，而且他现在还有悬停嘛，他可以交悬停去坐车。这里的话可以考虑直接交大喷，对，就喷上去。回速，哎，另外一端因为知道你手上有一个回速，那我再玩一下对另外一个方向的板区。进到短板博弈，但是这个机动性太快了，感觉这一刀感觉还是要吃，而且你现在飞行器的话刚 CD 好。而且这个身位想坐车的话，可能会被白鹿有点上面包夹上。其实有时候就是这样的，当你想贪一点去坐车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已经没有做不到了。对，我就无数次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个车还得满血提前坐，这样的话被骗了一个板子直接击倒，闪现刚好呀，击倒节奏也是非常快呀。而且脸上是法罗女士的鬼板哦，他知道守门的方向，又不可能法罗来救人，对，所以说这边可以直接拦过来了。哎，听到了铲子移动的一个声音，可以先打出来。对的，贴到椅子旁边的话是还可以再给一刀的嘛。这样的话，甚至于说有双倒的机会，就看他贪不贪。哎，两个人走一个方向吗？可以交闪呀，是可以交闪。犹豫了一下，他怕26起来。对，交闪要打针对了飞行家的针对。刚刚那个身位如果交闪打守门，飞行家也走不掉。走不掉的是搏不出这个换围时间的。那这样子，飞行家倒在了鬼板这片区域，那边再派陈某人再进行一波救援嘛。是。这样的话，对于求人来讲，这个节奏还是比较烈的。他这个换远一得开，他如果不开的话，密码机会差很多，而且已经切船了。如果说你卖掉的话，等下有传送一转好，那你后面这个人接不住。对的，而且这波救援同样也是要防好被打双倒的风险。直接交钩从天上飞过来，哎，白鹿好像第一时间没有意识到，不过还好可以拦截。他看到了，但是他打不到。要把这换远一开了。小心震慑呀！在博弈，天哪，这个淘汰进度真有点吓人了。哦呦，很惊险呀！在掏下来的最后一刻，然后打到了这边的冰块。那这边就是让承载带鬼板再继续牵制嘛，能牵制多长时间？能牵制多肯定是有优势的嘛。还是活不出换远为一，不过也无所谓了。求者的一个目的已经达到了，开2个圈。拖时间，然后3个人去拉扯最后一台。那现在最好的一个情况呢，还是先能把状态给补满。有点困难。像陈某人他这里肯定是补满了，他太远了，但是守墓人应该可以摸好。陈某人可能得藏一下他的身位，是这个道理。对。但我觉得他应该是有点躲不住，看能不能利用这个钩索去坐波车。对，他躲在这个位置也是为了去交钩子嘛。白鹿这里的话，排人要花费一些时间，但是耳鸣掉了，应该也知道，能意识到在外围二阵那边卡着了，他可能知道人在外围。哎，这个这里应该能听到，对，能听到他的声音。交钩，钩索，要回速，骗坐车。二战的话，哇，这机动性，这弹弹有点吗？是没点，那已经到脸上了。天哪！天哪！那最后一台电机也在兴起了，就看这波守墓人救人能不能处理好。
他现在就得卡血线，然后又得说确保不能被拦截救不下来。病患感觉自己翻了个筋斗云，还在这个五指山里跑不过。不过远端已经在修了，那这里的话两个人都是满状态，可以选择直接卡满救。反正我可以等密码机压好嘛。如果选择传送的话，那我就直接掏，然后这边还有密码机可以修。对，法龙女士的破译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嘛。对，本身它就自带一个10%的一个进度。哎，这边在预判守墓人会翻下来。还是想再绕一个大圈，把铲子拖好之后稳定救下来，给病患一个更好的身位。现在肯定是有平面的，但是对于白瑞来讲呢，现在有上挂飞，开门战有传送，也有赢的机会，就看病患开门战能不能撑住了。不过他这里是可以选择去坐车的，坐车2战嘛。对，坐车可能会就得一个人，那就得守墓人去给起点门压力才可以。他得去起点，因为他不坐车的话他活不了，对吧？他得坐车。强拖这个时间，然后守墓人往起点冲，对，这个思路很清晰。去抓起点的守墓人，不过守墓人这边是有道具的，有铲子，对，而且还能进板子里，逼你踩板，然后你还得打铲子，还得再打我一刀，那这个时间队友应该能点门。一时半会儿，像这边板子都是被下掉的。我感觉他可能想着等下直接传了，因为这里要被耗太久了。但是你已经追到现在了，要么就直接传，要么就是得把守墓人击倒。他不能再打了呀！他再打的话，这个门应该是管不住了。要传的话，就是刚才守墓人顿铲那一刻直接传会好一点。打一刀，那门已经开了。另外一边两个人也是顺利赶到门口，他这个时候只能挂人了，选的是保到了一个平局。那对于百乐来说也还可以。看这边的话也是刚才在中间摸了一个箱子，防止说你提前的一个传送。其实百乐最后的时候还是有机会去多抓的，就是看他敢不敢果断进行一个 TP 了。但是就算感觉全场到处飞，那你可能这个前期追节奏呢就很差了。梦幻小妹这边也是选出了他的歌剧演员，胜率也是100%。相对来讲，他就这次就比较果断了，比起上次选雕刻家的时候的那种。哎，这个还是比较新奇的，因为火灾在起点地形可能并不是那么有利于释放自己的气囊。也还行，它有一个好处，就是我好，那依旧是2战往起点去追击的一个思路。看一下这边的一个16了。但是前期隐喻断了，只能回速交一个回速，但回速交了，是不是可以考虑坐车了？看一下这个气囊怎么去释放，果然把上站的路给堵住。哎，第一时间还没打掉这个气囊。对，但那我就不打了嘛，反正你人都已经走了。这样的话能保证他稳定的坐车，而且因为你回速交过了呢，我第2圈也是没有什么压力的，不怕被你交一个回速打震慑。这边搏一下下车点。是的，他没有选择第一时间去往鬼屋里走啊，而是想去搏这个短窗。这个短窗很危险，看一下这个气囊能不能弹开，没有弹开，但是自己把顶了一下。前面的板区可能进不去，对，要给到一个加速，要不吃刀回头再坐车呢？不要去，车还没有好，这个时候是的，是的，因为车的一个时间现在是比较久。对，其实还是往鬼屋里面直接转，然后绕一圈会好一点，毕竟当时是满状态嘛。对的。那前面的话，板子踩掉，只剩一个飞轮，闪现感觉也压出来了，很难。是。这个击倒节奏也跟上马一样是非常快的，但我觉得他这样牵制有一个好处，就是不干扰任何人。对的，我倒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小角落里。而且你可以看到小迪的气象学家是携带化险为夷的了，他可以在2楼通过卡人，然后提前完成第一波救援的。他可以从天上来嘛，从天而降。来了。这个时候来救人，这个气象还是太权威了。天而降，你怎么能接？对，这一点招没有啊！那把这个人一救，化险为夷开出来，然后往脸上送，不让你打双倒。气象直接破译鬼版的密码机，战术安排非常好啊，没有任何的垃圾时间。是的，这样的话。依旧是倒在一个不让我们密码机的地方，让队友第一时间去起修，因为他们这局的一个任务呢也是保平。对，而且你看奈奈的点位是在往射条那边的救人位靠嘛。是，它是一个双弹飞轮的一个火灾嘛，所以说也无所谓，就肯定是开门战活不了的。前期尽量把时间拖出来就行了。这边能尽量压个血还是尽量压个血？哎，你说有没有可能这一波救人，然后帮他去拖一下时间？
看能不能上一下2战的车呢？我觉得可行，因为他们现在保平就好。他现在如果说是能扛刀的话，也可以把队友的密码机拖出来一些。对，因为感觉佣兵这个地方，如果说保自己的话呢，他也修不了太多，不如说直接去帮一下。但他们还是选择求稳，也可以的。让火灾直接倒在一个原点。虽然说交了飞轮挡掉一刀，但是没有什么用，前面而太远。且对，而且可以看到奈奈挂飞了之后，那2台70度的密码机都是可以破译开的。是的，然后剩一台96的你也守不住了。2个人一起在抢回版那台密码机啊，赶紧抢开！是，这样的话同时亮了2台，哎，压了一他压好骗，对，想骗一个传送。那佣兵直接交互换去点鬼屋的密码机，对，就是哇，为了这波决策防止压不好嘛。那这样96的一个进度也被破开，换血砸了一上板，大呀！开一下密码机，手上有底牌闪现，看能不能操作了。小迪那边已经在踢起点门了，争3抓会有一点难，这个技能还得省。小迪的话也是直接奔起点的门冲过去。小这边这个护腕的话还可以操作。提前交出护腕，避免被你闪现。是的，单板区要博弈，但是翻的有点早，骗了一刀。还好佣兵他有一个翻板加速。是的，小队长的一个翻板速度还是很快的。现在门马上要开了，切传送，门的进度86，开不了，但是可以交出层阴拖时间。哎，但是气象这个位置不太好。哎，这个气囊，哎，弹了一下，原地弹下来了。对，感觉失误了这波。对，可以不急，等监管再打这个气囊。其实我在思考一个事情，他没有必要到这里来，他只要上去之后，看歌剧从哪边来，对吧？你走气囊那边，我就从右边下去了；你走右边，我就再来气囊这边。他直接过来的话，其实是给到歌剧一个比较近的身位。对的。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梦幻小明完成一个3抓，感觉要3抓，但是好像飞行家不答应，想贪，想把挽留拖过去救这边的佣兵，说有点困难。46秒还是有一些说法的，而且主要是佣兵和气象学家都没有道具，就算你把他们救下来之后，起点门86%，对，还没开完，门其实差的不多，只能说这把大概率是能多抓。但是你想，如果说他直接走了，那也是掉大分，对吧？那7-2跟5-3对于 MRC 来讲，他们是没有区别的，所以不如去扳回这个4-4。手上有悬停，能否操作一下呢？华慈挽留时间还有17秒，现在真的是压力非常大，挽留还没有结束，交一个悬停，直接往起点喷，但是距离好像不太够啊。手上还有一个飞轮，飞轮躲刀救了，救下来了，即将下来之后有一个下野加速，但是距离还有点远，交一个反弹，对的，现在有点过不去，挽留结束，但是没有用，直接收下4抓，女生倒地，梦幻小明在第2局还以颜色，再度给到一个4抓。不过因为第1局是8-1的大比分，所以对 MRC 来说呢，救人压力就会更大一点，可能是代价这一手。看看 MRC 求生者怎么应对了。胡景村杂货商还是挺吓人的，你像小船这种地形你都不太好站，对吧？我看选在了木屋的这个位置，脸上是大副，可能会去绕一下找双11的幸运儿。反正感觉这个版本你带化解唯一肯定是要比带双飞收益高的。看一下监管者的一个，哦，他是刷在木屋里面，这样开出来得翻个窗。对的，一般这个悬点都会刷在木屋里面。我在想他能不能开局直接开个门儿，攒个碎石。那太奢侈了。开局的话，可能还是先要吸地表，攒藤万。对，先开个藤蔓。其实我觉得都得要，开局你就得一个藤蔓加一个门。哎，这记录线一转，掉瞄奔奈的这边奈的但奈的防范意识太强了。这张地图它比较好透视，我能看到你，你也能看到我。感觉这个启言刚从家里出门，他就已经走远了。对，这边是可以开个门的。哎，再反招，吸个地表，吸一下藤蔓。这边直接将藤蔓上楼了，这里的话没有什么躲的空间。哎，但是有点小卡膜。自己没有伸出去。我也没关系，还有第2个藤蔓。对。但是古董商，你可以看到他的飞轮已经好了，第2个藤蔓想命中的话，并没有那么容易，也会比较难。开个门，
前面等到直线的时候再去交技能，这对样的话就不会被卡住了。先上重金之托。我想给个续刀嘛，哎呦，这就是有在增益 debuff 的情况下，这个刀其实非常长的。强化的刀气又快又再给上一个移形，直接秒，哇，这个击倒速度可以看出熟练度真的很高啊甚！至没有教其他的技能去击倒，就纯靠自己的一个重金托，2刀带走。而且你看他现在还有一个碎石，加上一个藤蔓，并且他的蝇头小利马上取到2个，说明什么？下一波大副救人压力非常大。没事，还有一个入殓师可以不救人，已经换上灵柩了。大不了第一波让他自己救，第2波不救了。那国董商反的这个位置也是有很多的26的，而且你的移形也交过了，对于他来讲没有那么大压力。先封住交互区域，我觉得那他这个道具一直是选择在加速拉距离嘛，但有时候其实你打杂货商的话，你可以考虑去贴脸，然后直播他。对，飞轮反向规避了一下藤蔓，炸一下。这边、好细节，他是利用碎石的僵直时间，让你出棍来不及击倒了古董商，把你打成一个僵状态，没有办法交道具，然后再给你补上一刀。这样的话，这个前期的节奏对于求生来讲确实比较劣势啊。还好入殓师是缓解了一下。是一个墙攒一个碎石，这波如果我制出哪个地方，然后神出鬼没偷下来了，奈奈什么意思？大副已经提前落位了，甚至把解说都瞒过去了，偷偷摸摸的藏起来啊，把这个人无伤救了。但是这边没有道具，可能也是牵制不动了。对，但很赚啊，他这边白给了一个化血为夷。没错。第2波的话，底牌还在，技能好了，就要求生者要小心一下被传送的风险。他应该是先交移形了，他这个底盘应该先留一留。但是这个移形也没有那么好交，因为他现在脸上没有。让我通缉到入殓师了，我通缉到入殓师了。对，看到这边入殓师的海边。这里的话没有选择直接交啊，这入殓师总不可能往咱脸上走吧？他肯定是往大船拉呀，但他被这个耳鸣有点误导了。他在预判入殓师在往小魔方向拉。他被这个耳鸣误导了。应该是幸运有个娃娃的耳鸣。对。直接切传传大门，2是花瓷，手上一把信号枪，一个护腕。对，直接交飞轮顶，这把枪要不要开呢？被炸一下，道具不好交了，吸一下，打断你的吸。对。这波是台遗产，不过这边是台遗产，不过也还好，因为已经新起台了。藤蔓拉的还是比较开的，因为幸运刚才交了一个护腕嘛。想把密码机管一下，想换一下双11的大副。你敢交表我就走，骗出怀表就可以了。等一下，这边好像是一直骗，还在骗我。你猜我走不走？我假装走，我又假装回来，实则不走。对。再吸一个藤蔓，这边想交藤蔓了，躲一下第3段怀表。第3段已经摇不到了，结束了。还是要小心这个密码机进度啊。给上中金之托，拿到一个抽刀，一刀，这交藤蔓，前面的交互区好像来刚刚好进，对，来不及，差一点，吸个门，他吸了门选择翻窗，感觉有点亏啊，身具，真是，因为他吸的不是正对的方向嘛。前面可以交一个碎石炸一下，我密码机已经压好了，给一刀，击倒，充电。还有怀表，这把脸上是地窖。对，因为你传送第1时还没好，14秒时间刚好求生者能把这个门点开，然后大副这边能交怀表去走地窖，摇一下，这边可能需要一个藤蔓去盲预判命中。你如果说给一个碎石的话，感觉他能走。想先躲表，第2段没摇到，那这边藤蔓可以给，赶紧把顺做，能做到吗？失误了，他取消了藤蔓，没有跟着藤蔓吸过去，哎呦。很有优势，你像上一把的一个瞬移就很快。虽然说是奈奈防范的很到位，但是贴近身位之后，再配上一个移形，快速偏向 OB 位的小何家，这样一排过去，那木屋的一个杂货商，他的一个注意选择，因为跟上一局其实基本上是一个镜像。是同样刷在了木屋窗里面啊。开局开个门，这样的话我就赶路快一点。对。但是的话，没有藤蔓，可能贴近身位的速度要更慢一点。我可以狩猎本能，低头。这边是锁定到了幸运儿的位置。
其实我感觉开门的追击压迫感会更强一点，因为等于说破坏地形嘛。对的。对求生者来讲，你需要防范点就更多了。这再吸一个藤蔓，这样的话有碎石有藤蔓，这提前交一个远范围的锁。这个小走位扭开了这个藤蔓。于是他没有选择跟过去。再开个门，调怀表。这把是真的幸运儿啊！他是许愿出了一个怀表加上一把枪。但也有一种可能，就是怀表是歪出来的，枪是必中的。那歪出怀表的话，也侧面证明他确实是个幸运儿。看一下下一个技能的释放，直接给一刀吗？哦，锁掉了碎石，给一个平 A。那这里就可以直接交移形。对的，先确定位子，然后等你翻过窗之后就可以考虑了。还在捏啊，就比较稳。这个移形省的话，他要进点了。因为他现在是有一把信号枪的嘛，如果你贸然加入移形的话，很可能会吃枪子。那这倒是，他这个藤蔓的话得找角度啊，现在角度不太好，这样随时炸一下。接脸了，要吃枪了，也开枪了。那前面的话进到2板区可能不太好牵制，但这个牵制时间已经够3台了。说实话，感觉这样还是有点亏的，还不如刚才直接把移形给交出来，对吧？迟早，这边还换了一个位，还好有移形，这个技能还好有移形，省到最后用上，但是又是一个小走位躲掉了藤蔓，很精妙啊！哎，还折掉了一刀，多拖了3秒钟，这样等你击倒的时候已经3台密码机亮了。这边挂到海边。第一波的话，可能就是派承载这边的小乔家来进行第4救援了，因为他是携带飞轮加化险为夷。这边的话，白鹿他手上那个技能不多，得赶紧先攒一攒，才能打出一个好的手椅啊！来，去吸一下飞轮顶掉。哇，这里有一个炸，能炸到吗？炸到了，那你这个人还不好救。开个门，啊、敢掏吗？被震慑了。哎呦，这幕我好像在哪里看到过呢？第一场的情景又再次上演，又是救人震慑。那么我再交一个气囊过来，还有碎石，是炸，选择不掏，被吸一下有锁定，还能藤蔓去缠住。哎，直接掏下来，打一个针对刀。那只要留一个的话，他这把就能拿下大分了。对的。而且这局的话，大概率是能保平往上走的。电击不够。再缠住幸运儿，跟过来，第一时间去把这个人给挂上，先稳稳拿下比赛的胜利嘛。那之后，小何家跟火灾热汗颜这边打好状态，他白鹿技能也好了，就看他能不能精准判定到2个人的位置。这杂货商这个还真挺厉害的，是吧？他这个手椅很厉害，博弈的一个心理压力真的很大。你怕他碎石好，怕他交藤蔓去缠住你，结果你一救人，啪一下震慑。他手椅强就强在碎石可以打断救人的动作。对。的话，再交移形，打一刀。哎呦，但是气囊交的有点晚。对的，那这样我还能钻下去，我都不用清这个球。对，反而说是这个双开门，感觉还贴近身位了，帮忙了。对。交一个气囊。选择第一时间给，想封路，把这个门堵住。哎，不堵，点得开个门。你不堵门，我可是要开门了。啊，赶紧堵住。哇，他现在已经能力超载了啊，说好惊险。先给上重金之托。没错，然后这个再要碎石炸，炸到一下，再开门，再打一刀。哇！而且大船好像是有一个地下室的。那这波救人的话，好在佣兵还有化险为夷，但这个地下室很难出来。对，是吧？这个地下室的话，手椅救人压力非常大，得压好再救。其实这个地下室也没有那么好救，因为他现在手上2个藤蔓，2个碎石。而且其实他难的就是，他出来的这个人，他有可能会被压起身的，他不敢开密码机。所以炸到一下，还想搏震慑吗？再开门打一刀针对，密码机压好了。那手上有藤蔓，身距拉不开的一个情况下不敢开。如果这个藤蔓咬到人的话，更开不了了。
哎，这边是有一个反走，不过他现在白鹿的核心思想就是把陈某人针对到挂飞嘛。对对对。提前亮了，但前面这个海边位置很差呀，选择开个门儿，假装开门，实则不开。这次真开。对，真开，因为你转走的话，我就不开了。对的。这样挂到还有技能，还能还增，想增了，可以增他3抓。我感觉一个监管者他就是不满足于当前的一个现状，他必须要争。因为小何家他是在小门嘛，他要想去救援海边的火带团员是来不及的。远，对，而且大概率救不到。这样一个藤蔓再跟过来佣兵的位置，下一个藤蔓可以继续吸。那边小何家够救吗？好像有2个碎石，他只要能藤蔓咬到，这个人就可以直接打倒。你又可以咬到接碎石，然后一刀带走。那边人掏不到了，碎石缠一下没打到。直接给一刀，佣兵想冲地窖，但是队友在去救人海边呀，这事儿闹的。本来如果说他不来的话还能走地窖，但是他来的话，佣兵也走不掉了。不过承载这边还是有一个化险为夷的，但是他救完之后，这个大门也没开呀，而且杂物上的控制技能很多，对他可以用藤蔓进行一个拦截，没有办法那么好的去出门。我大船排直接能排到这个耳鸣吗？第一时间没排到。他知道人在这附近，他应该能感觉到小何家是在大门那个方向。是的，他这里反正你火灾，你小何家不走也会爆点，对的。知道你的位置了，那就要4了呀。13秒的挽留时间。慢吸过去的话。他这个飞轮一定要操作很好，而且换位也要换位的很好。他的输液还做一刀续刀，哇，堪比速闪之魂的长刀。那这样的话拿下一个4抓，恭喜 M2C 是拿下了本场比赛的一个胜利，打得非常出色啊！可以看到白鹿在赢，好像是好多队伍都这样，就突然之间，好像艾维又找到了他自己的一个强势点，居然是手椅。手椅，而且其实也经历过几次的一个调整了嘛。更多还是咒术，这个气象怎么会刷到那里去？原来调整了一下，换了一下啊。但这个点的话，可能也未必会去找一下双11的气象，毕竟气象其实那个。看一下开局的一个选择，要去小船抓吗？不过这个点的话，其实本身的一个拉点方向还是比较多样的。他其实考虑到一点，就气象真的有很大的概率会去携带一个化险为夷。是。而且这个点的话，其实阿策他会刷的比较偏一点点。是他往远拉，那这样逼回双11去。第一个藤蔓直接交小层云。这里的话，他是有点预判气象的一个落点。是。那这个位置翻窗之前感觉要被炸一下，随时区域炸到，然后再开下来，就压迫感非常足。你再下板的话，有可能要被炸到半状态，直接一个强风。而且因为你已经碎石拿过一个状态了，没可能后面是有机会去秒的。走空地，空地也得小心被秒。小心藤蔓咬住的话会直接一套。是的，哎，不过还好是手位很秀，躲了一下。那这样给到1刀多一个受伤加速，然后有一个高层云取消了啊，应该还是要层云。这个飞小船还是很重要的。直接飞到3窗。这个点的话，因为它本身是携带了一手移形，所以感觉还能再牵制一会。那密集的交互点，这波可以交移形了。倒到了木屋最角落。密码机的话也是将近3台。离得最近的是咒术师，但咒术师没带化险为夷，可能还得远端调。无心已经提前贴过来了，就看一下密码机能不能强行抢亮。被封的话，其实有点伤。直接走。哎。我感觉其实离得很近的话，可以去帮忙一下。直接开宝了，就想大副救下来以后，看能不能陪跑一下。飞轮，这样是一个无伤救，炸到了一下，翻不过去，一个恐惧震慑开出2阶，要倒一个隔窗，对，木屋隔窗，然后去找卡梦的帮忙。但深具上来得及吗？感觉能够就倒不到那个窗。
隔墙隔墙是可以的。但是那这个点的话，你可能垫下来之后，并没有办法去进行下一步的牵制，只能说稍微拖一点时间。哎，但是我这里被砸了。是，你离得太近，藤蔓咬住以后，你这个禁锢时间是很短的。自然选择放地上，再侯下来看能不能扛到刀。哦，扛到了。害怕被扛到，所以第一刀没打到。其实感觉第一刀出的话，反而是有机会拿到的。对，那这样一个藤蔓，咒术师其实甚至可以替他死。不过这里还是打到了气象。最后2台都已经在破亿了，咒术师最好是能够交不出来。有3层侯。这样子的话，可能就得先等一个绝处逢生，然后去外面破亿了。得从外面再调一个有化险为夷的人过来。这样应该是这么安排的，一会儿干脆让大副修炼双十一再去补海边，这2个人直接跟杂货商爆了。就是差的有点多，因为他得是修一个大半台，再修一个大半台，还加上一个跑图的时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可能密码机会有点难。对，一直陪跑，要么就是干脆救一波就不要了。确实没有回光返照，保的一个价值不高。是的，想先打魔术，但是前面的魔术棒挡了一下刀气，3层侯给上，还有一个飞轮在，要卡门吗？犹豫了一下，不能卡，这个密码机确实差的太多了。飞轮规避一下碎石，但是交互还是要吃。那魔术可以跟咒术先去调整一波状态，让真人9那边续节奏没那么好续。那他们其实现在外围是3个人要去打一整台密码机，而且海边那个地方是有2台的，加上大船那1台。导火商这里只要慢慢攒，他逛街是有收益的呀，他可以慢慢把自己的所有的充能攒到5层。是，这里是已经远端看到2个人的拉点方向，选择移形过来，先去交一个藤蔓。但是魔术师，哎，被这样的话被秒了。他被咬到的是本体，他想用魔术棒去抵掉这一波藤蔓。是。吼下来，但是这个地擦刀方吼下来之后，其实真的就是只能拖一个擦刀的时间，因为大副那边是修完角落之后，他跑一个图，然后才能上船的。再起一台新的大船，咒术师应该是可以考虑卡满救。如果是卡半的话，其实还得有一波换位，非常危险。除非给机会，像这波给机会的话，可以考虑给了一点身位了，再卡一卡吧。我真人9的话，感觉也没有那么的着急。他完全可以考虑拖出技能来嘛。这波救人的话，其实咒术那边是已经没有绝处逢生的，如果能把他顺路击倒，那就很赚了。是。还好两边也是拉开了一个比较远的身位，现在甚至还有多一点牵制的机会。术士已经没有道具了，这个下板应该要把自己架死。哎，走位躲了一下，吃了个擦刀，还是让卡莫救。他很清楚，如果换位的话，一会真人9是可以考虑底牌切技能的。是的，这里想硬挂地下室，我记得没错的话，好像是带了巨钳。带了。那挂到地下室，3个人都在大船位置，这一局多抓的概率非常之高。首先魔术师没有道具了，然后就是3个人离门都很远，这里再来一个重金之托想打落地刀，但大副已经交了怀表冲下去了。他有点想要去找咒术，刚刚对他想锁住密码机，可能是针对一下魔术。魔术是交过化险为夷的，但这一把是有回光返照的。那如果是这样子打的话，其实感觉这个地下室并没有说打出来特别大的一个优势，没有收益。只不过把魔术师留在了大船，快速挂飞，大门还没点上。而且这个点的话，如果说你要跑到小门去，其实也很远，那就直接传送大门，10万里的路。一个藤蔓，哎呦，好极限！五行对这个藤蔓距离把控太准了。是，那过来的话可以再交表，其实就挺好的了。对，有地窖，但小门还是太晚能点到了。因为你想想，大船底下过去，再点门的时间，怀表也熬不住啊。是。第3段得摇到，没摇到。哎，现在是已经贴到门了。
现在其实真真九也拿捏不准周叔是啥时候把门点开，所以他还是打的会比较保守一点。不过也没有太大关系吧，因为这种长的模型它是可以选择一个开门的。没咬到的话，那就可能要走了。幸好是咬到了。那最后是拿下一个3抓。上来第一局先拿一个3抓的话，我觉得已经是非常不错了。嗯。 而且这把其实前期它的一个牵制跟中间的陪跑，中场一个大副，可能大船会放个谁呢？放个咒术师，木屋海侧这边放个木武士。就我觉得这个歌剧可能开局是冲着这个木武士去的。木武士如果在海侧这种点，他把飞行家藏在大船，那可能是个单化险为夷的飞行。哎，直接就选海边。 直指你飞行家，你想把它藏起来是吧？我就想找你这个飞行家。对，好，直接去找。那这里飞行家想苟一下啊，这能苟住吗？就是常规来说是刷在洞口这个位置，对，一般年景这样走是能看到脚印的。哎，它其实下面也是有影子可以回溯的嘛。对，小夜明还是按耐不住，先想转点了，但是年景往外一看就看到了。 一个高喷喷上滑梯，不是斜梯啊。我这点的话倒是可以再去绕一下，而且目前因为你技能还没好嘛，可能还是能够交一个飞行器。嗯，就是飞行家牵制思路，我尽量走一些你不好隐约的地方，能翻进去，但是一个翻窗感觉要有地道了。 回速可以到，打的还是比较快一点的，而且其实你的道具现在是进入了一个 CD 状态，按翻移形可以直接贴脸，飞轮过板刀被砸了，到了，这一下的话是被博弈到了，是，再上船，背包落地后摇，熟练度很高啊，知道你的移形已经是交过了，所以一个飞轮。 还是被回速拿刀了。2把看下来，其实第一波的牵制时间是差不多的，密码机也是都2台半多一些。而且，其实飞行家病患这种牵制角色，他痛点在于我166的好，但是我没26能力了。连飞轮都已经进入到 CD 状态，一无所有，只能靠队友套化险为夷去拖时间。 不过外围的话，可能也是只能套1个化险为夷了。对，就看一会儿咒术师要不要来陪跑吧。我觉得这把 SAT 的战术应该是偏保平，就监管者已经多抓了嘛，他就可以不来 OB， 就把密码机修够，3人开门战看能不能平吧。而且感觉歌剧的话，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必要一定要过来 OB， 因为它跟杂货商我觉得机制上面还是比较不一样的。卡满救，只掏一波，反正没回过满招，卖了。 这边是慢慢贴过来，最后2台已经在破亿了。这样你一个圈开下去的话，其实外面2台就差小半台左右了，甚至还省了个怀表。然后去追11的一个双倒，应该就逼个表，就不能让你这么舒服，又省怀表又套化险为夷，反正这个小夜明他也走不了。是的。哎，这边的话是年景先下去了。 他以为翻下去了，而且在没回速的情况下，这波不会找不到人吧？啊，看到了，虽然黑漆麻糊的，但起码我觉得这个是有小巧思在上面的。对，能够多拖10几秒的时间，这可能就是老队友的一种了解。对。那一个传送精准的守到最后一台密码机，大副这里是赶紧起一台新机。 不过星焰的话，作为一个木偶师，我觉得他本身也是能够稳定去代理这台遗产的啊。单刀克星，就是你强着你强过来，你还得防我3次8秒。是的。他得去进行一个快速击倒，然后外面那台修不完才行。有回速，这波还是反应过来了。求稳交了一波路易，船尾在修。 他其实更希望求生者压的是角落级，为什么这样离门更远？而且能把传送拖出来。这波逼完，
哦，拼反应，年轻的反应很快，震慑了，击倒了。那还有一外上野节奏面台其实。已经是有70左右的进度了，他现在想要去大船底下管一下星体的密码机。他其实是什么？他冲着3抓去的。一，我去这里，我守住密码机，我能拖传送。二，就是像我前面说的，你压角落的密码机一定比压船尾这台密码机好。好在哪呢？对于监管者来说，你贴门慢了。而且我能过来把最后一个表逼掉，你开门战就是一个没道具的大副，任人宰割。是，不过求生者那边反应也是很快，赶紧是破译了一下角落的那台密码机。年景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就是我手上有传送，然后我开门战能够把这个大副快速的处理掉。毕竟大副也不敢赌，说我要是留这个表，万一队友要过来救再被拦截啥的，风险太大，所以还是求稳交了。想多拖一会儿，让队友去贴小门儿。击倒以后走的是楼梯，这样你不好隐跃。是的，而且这个点的话，其实门是已经贴上了。点得很快，何况是木偶师一会儿还能顶挽留，周术士还有侯有飞轮，加上大副他其实本身，你就算把他击倒上挂的那个时间，他做也是做的比较久的嘛。这个位置挂人太久了。对。所以其实 SAT 防范的也很好嘛，都做好了准备的。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啊。那最终是一个保平，由 ACT 收下第一回合的5比3领先。我现在的话，其实咒术那边也还有一点时间，还没到。先别急，而且他其实也是有点预判年景要过来传送，所以他是有点不太敢去贴门。而且年景这边也是防了你可能要过来偷人，排的会比较细节一些。一个回速，反正我就不传。最后木偶是掩护他，好。最终的话也是 ACT 那边完成了一个平局。其实这个也是监管者跟求生者在点门的时候的一个博弈，就是你可能会传。张前两说，你这古董商肯定是怕我的。而且艾维的话，最近其实也是有一点手椅上面的说法。哎，好像大家都突然之间有点不会救艾维的人，有的时候是 A 晕 A， 有的时候是直接一个侵蚀度满了没救下来，属于比较常规一点了。偏向选这个门旁边，对，墓碑门旁边。这样有机会封住毒洞，先知就要修红蝶河，而他开局的话，14人应该要去中场寄宿一下，本体往小门走，感觉是可以。开局14人哦，是往甲门走，本体往墓碑走啊。反正中场应该是救人位，不会优先选择修。对，想抓幸运儿。看他第一波歪不歪？哎呀，歪了！我觉得香水绝对不是最优选。是，你可能摸一个像怀表这种也比较舒服，或者他就干脆就看了以后看的差不多了，香水去进那个侵蚀圈。这个香水已经提前交掉了。那现在侵蚀度其实有点危险，80多的一个侵蚀度。这样第一刀给了，很快啊！感觉前期的这个走位应该是出现了一些失误了，因为这个点的话，它是把甲门那个长板给它覆盖掉了。你80多的侵蚀度过来，很难不给刀吧？对，而且这一局他没带飞轮。这把的话，其实本身年景也是一个张狂加挽留，那你一会儿走过去，其实有身位的之后就可以考虑直接闪现带走了，都不需要说闪现开刀。对的。第二波技速是能够达到60以上的。这的话想尽量不给一个闪现的身位，但是过来有鸟，直接打，多点存在感，闪现可以弥补掉这只鸟。闪现带走。密码机的话是2台半左右，存在感很多，而且幸运儿后面没有摸道具的话，纯白板啊，是没有什么牵制的空间的。加上你先知的鸟，其实上一波是已经给过了。那你下来了之后，其实真的很难再牵制了。你本身也没有去携带一个飞轮，只有双团的话比较难。可能唯一好消息是这一波在亮的密码机面前寄宿过，那这样狗狗可以修下台，不担心被干扰了。现在11是遁地前行过来，看一下这波救援。手椅哦，直接正开，那安心秒掏。看一下能不能多拖一点。本体想再往守墓人那边走一走，再14人一个2阶落地，小夜明这里应该要倒了。是的，而且这一波其实对于小夜明他的一个目标就是往墓地里面去扎就行了。
对，倒的离椅子远一点，不干扰队友密码机。然后再把伊斯人控到中场去。不过中场已经是被星焰那边修开了，不亮了。那外围的话，其实11可以在甲门兴起一台。那伊斯人的话，也至少能寄宿一波干扰。这里还有个刚刚的陶片能帮助他收益啊。是的，就是看这波星焰过来怎么卡人了。再去寄宿一下狗狗。活动上侵蚀度高了，其实是有飞轮也有连棍的。有那么害怕？机关枪2连，想直接救，但是被打断了，70-80很高。那直接救下来了，但是古董上那边也是扛到了这一刀，给了一点牵制空间。那现在密码机的话，其实就差一整台多。那两边陶片清完了之后，其实也是可以更快的进入到一个密码机的节奏。应该就是一个二阶落地，但是隔了一个板子，有机会吗？翻板加速，再翻回去。这个回翻感觉没有办法去快速击倒了。在这个位置踢板，古董商好像也没来。古董商的话，感觉一开始的战术铺排可能并没有说让他过来帮一下，他就没有料到这波幸儿还能活。能够对，而且你看外面密码机差那么多，万一自己没帮上，还自己倒了，那真就是往多抓去发展了。不过刚刚那波的话，确实也是给到了一点时间，就拖到了，拖出化险为夷，而且倒到最角落了。他们也是选择了在外面兴起密码机，但这每个人去站一台，这3台离得还蛮近的，一台2楼，一台马路机，一台甲门。待会儿去找一下，把人逼走。现在他其实完全可以就是传过去，用闪现拿一个刀。就看一下你的2阶跟你的闪现怎么博弈嘛。因为其实外围也是有2个半状态的求生者的，你可以先把他们的道具再逼一下，对的，然后来回的去控场。3个人都寄宿过的情况下，那现在没有机会2阶落地刀了呀，只能等下一个侵蚀传送。再寄宿一下守墓人，除了避这个铲之外，好像没太大收益。感觉求生者那边确实也没有给到一个特别大的机会，且趁这个时候的话，其实3台慢慢的磨，已经磨到了都有过半的进度了。3管齐下，而且这波侵蚀的一个陶片是被卡到2楼下去了。是，我觉得这波的话，其实古董商他是没有携带一个回光返照的，要不要去考虑一下？猜不到，不好猜。虽然是教了化险为夷，但是也见过太多那种带化险为夷再带个回光返照的。先把守墓人击倒，能亮不亮，再救一波。这波救的话，得是狗狗那边过来会比较好。那3个人都在同一片区域啊，离得很近。狗狗那边已经是贴过来了。他想让伊斯人先去独栋门那边提前布置一下站门。先知说：“我吸魂鸟。”这守墓人那边还有一个满的铲子，感觉还是能拖的。看文章可能先知更好抓一点，先知就肆无忌惮啊，他完全可以就是吸，对吧？打了我再亮呗。往墓碑冲，有闪现。看这个闪现，哎，不过车的话其实也是刚好在附近。是可以直接闪的，可以直接闪。鸟出来了，那还得再拖你一点时间。对，而且倒的这个位置能鸟掉了，看一下交闪了，这里要交闪。2个门点只能占1个，守墓人有铲，相对来说没那么怕。古董商是点门慢。先传过来，2阶落地，守墓人没防啊！他是想着先知被牵了，那就一定是要挂。对。但其实年景这里太聪明了，他就是个欺骗，骗你一手，然后我直接过来。守墓人那边也是离得比较近一些，也没交缠，那导致说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去拖一个更多的时间。古董商把门点开，他必须出来，他不出来就是个稳3抓。
但是他出来的话，我怎么感觉甚至4抓都有可能？这个连棍被打掉了，那这样挂上的话，先知的位置是确定的。啊，这个点的话，其实守墓人那边你也是没人能救的，只能说去拖一下古董商的一个绝处，对他的一个绝处逢生。守墓人挂飞，先知耳鸣已经给到。那我感觉这一波其实本来跑一个还行吧，甚至我觉得平面是挺高的，他没有发现古董商在点门，守墓人刚刚直接走，然后蹲个铲去找古董商就行了。对，但出来的话其实感觉挺有风险的，而且你前面还有个陶片。这来不及走门啊，走不了呀，飞轮也没好，先知很无奈，先知很无助。但这里的话，其实感觉没有个太大的办法。车还跑了，一个4抓，这确实是比较出乎意料的，感觉有点没必要啊。那这样 GR 也是翻了一波啊，把一个2小分翻成了自己优势的一个3。不管了，硬掏，就是我前面说的，不4抓，那其他比分在我面前如一样，就完全一样，没区别。就真的突然之间感觉他们会经常打一种我角色上防住一边，然后我人格加点上我要去防追击流的角色，可能带的弹射就多一点。看一下真人9这边，本体是往甲门的方向靠了一下，然后14人先往前面给了一波佣兵的陶片。想追阿策，这个位置反绕，而且也是绕到了。哎，2个吼全躲。虽然说身位上面是有了，不过一组本相是躲了。就火的调查员差的从来不是身距，自己造个弹射，然后手上2个球也是随时就可以拉开距离的。那这里的话可以交球，前面还有个窗弹，只能用14人想办法去外面干扰一下，等着闪现好闪开，把他架死，想闪开。那火的调查员得到队友飞轮的一个爆点，赶紧就是拉走，是的，不给你闪开。哇，这里的话也是对身位的把握比较准确。是。那怎么去卡呢？其实我觉得这波是有点想强行操作，不给你闪，但适得其反啊，对吧？闪还是能闪，而且是你吃了太多的侵蚀度。我觉得在那里就20多的侵蚀度给闪了无所谓，是你下波技术落地你还不一定就能吼到。因为像真人9的话，它刚刚本身给的个侵蚀度是比较少的嘛，对，所以我觉得闪现过去，你就算拿刀了，我觉得阿策那边也能防。是，就是闪现开刀很大的一个重要的东西，就是你侵蚀度得60以上。对，这波想掏花想为爷，手艺环节很重要，打断，压力很大。看一下进度很多了，至少是个双倒。是。我觉得这里的话就先拿一个双倒，然后2阶落地侵蚀传送，你这没飞轮也操作不了。不过起码也是没有给到一个说倒在椅子面前找个气囊机会。找个气囊有操作空间吗？比较难，我觉得。先不吼，阿策一直在躲，也是顺利击倒了。这一波的话也是打掉了入殓师的一个双倒。应该是要交自愈了。这里还干扰一下赤红的密码机，加上你挂到这个椅子的话，其实那个椅子旁边本身的一个陶片覆盖掉了。这样修用飞轮卡侵蚀度，然后让无心那边过来救，直接是一个秒掏。手上有个气囊，有一定的操作空间。哎呦，完全操作不出来。那就倒远一点吧。就没带飞轮还是太伤了。然后让14人那边提前去 S 板。
且目前的话，其实密码机还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你外面的话，入殓跟佣兵也是一个残状态，入殓师已经是没有绝处逢生了。哎，传歪了一点点。杂技是现在最能操作的，有跳球，有飞轮。哎，过来这个点感觉一个飞轮规避掉了，哎，在闪现这里打震慑下。对，其实是有机会的，但这个地方太厚了。但这里前有陶片，后有陶片也难受啊。但其实赤红的这波已经是赚到了，对，闪现已经而且他没有掉状态啊，现在还是在一个满状态里面，还有博弈机会，很稳啊。哇，两波的话都没抽掉，感觉球又能捏出来，还能操作，这就是扛压位吗？也太能扛了。这个的话确实让真真九本身一个续节奏的机会没掉了。花了很多时间，连状态都没打下来，闪现都给出去了，但是连一个状态都没掉。我是觉得，如果刚刚不抓赤红是有机会真多抓的，现在不好说了。对，因为我们其实前面也有说到，说你外围现在佣兵跟入殓都是一个半状态，但是如果说你这个时候想要去追杂技，但是杂技那边操作起来，我觉得是有点难受了。密码机其实差的也不是很多，而且你现在没闪现呀。他现在还不能换，换了以后甲门马上一台遗产赤红就能补。想要去找一下卡梦，卡梦也是有灵柩的。反正我觉得他灵柩在手的话，其实也是能够接受。我先去牵制你一会儿，然后让队友在外面破译。对，实在不行我就反嘛。而幽冥作为一个中间的位置，哪边需要他就去哪边补压力。是的，不过赤红那边是选择了修一台甲门的密码机，那台会少一点。毕竟3台机的话，你不能修中间那台。是这样的话，只能把伊斯人先拉回去墓地附近，然后让卡梦那边修不了，然后再把本体传出去。真就想多抓，必须先把这个灵柩想办法在开门战前处理一下。但一处理的话，你这甲门密码机压了。他是可以让幽冥再过来救一波，留到开门战的灵柩的。是的，而且趁这个机会，其实无心那边已经是贴到第3台的密码机了。现在真人9他有点续不上节奏。是，3个位置同时给压力，离得都很开，分身乏术啊！你一爆点，那边直接跑了。过去，那幽冥可修。那现在的话，其实闪现是马上就要拖好了。4人再去战幽冥的，得去想个办法，能不能说把入殓师的灵柩逼一下？应该不会交了。现在哪怕就是入殓倒了，也不会交了。他现在都找不到什么能够去逼掉的机会。他这个赤红很熟练的，就是通过这个下板去把这个侵蚀度叠满的时候，对，然后就卡掉这一波侵蚀度叠满。现在密码机是已经压好了。3人开门战，佣兵满状态有护腕，杂技有球有飞轮，入殓师有灵柩，都是最强盛的时候啊！真就得想办法去闪佣兵。那佣兵那边其实还是有挺多护腕的，他直接不给你一个闪现身位就好了。我大不了就弹，就不给你闪现身距。对，一直闪，一直弹，然后另一边门反正点的慢，我也不点拖挽留呗。又有护腕，然后就有灵柩，现在你有闪现都没什么机会去交。这就只能把门周围的板子先踩一下。然后这波的话还要把你的陶片卡下去。想去闪卡梦，卡梦这里走了。那现在过去的话，其实附近是只有一个杂技，而且杂技那边是已经卡到一个比较远的身位了。你光站门不一定有用的。闪了，飞轮，然后还能交球进板，赤红。这个就是年轻人的反应力吗？他把监管者的一些操作都已经是把握住了。快翻！那边门已经80了要。灵柩再给他画上。而且我现在可以让这个满状态的佣兵去顶着给压力啊。倒到离门远一点就行，离灵柩远一点。不杀了，船是不是有点歪了？对，船到一个门要开，佣兵可以扛。好，看一下这波堵门。
他犹豫了一下，那这样中场他回头走地地窖窖了有3人3跑了，来不及了。哇，那最终的话也是让 GR 那边完成了一个3跑。难受，很难受。就这第一波救人，甚至有可能是无伤救的。对，别看这个现在这跳舞跳的那么开心，他真可选。年景的喧嚣是点在了墓废墟里面。碰出大防击，早一点去追这个火灾调查员，火灾调查员可以有拉大门。现在双重惊喜命中率要求是比较高的呀。如果是前期2个双重惊喜都没拿到2个标记以上的话，那出大事。远程要抽，哦呦，左位躲了一下，翻过去了。但这一下也没上到，哇，出事，全躲掉了。对。那你后面近身的时候，其实就有一个气囊的说法，感觉这个位置你还是能规避一下甚至不好拉进身距。对，你本身交互点会比较多，然后还有气囊的容错，终于是上到了一个了。又给到一下标记，弹的想用移形杆，但这边的话，狗狗反应也是很快，立马有回身了飞轮得。小心，直接绕场谢幕，这里是隔了一下，是的，然后再交出来自己的另一个气囊，挡住了。那你可以翻窗回去啊。哦呦，一下上到2个标记，有没有飞轮操作一下的机会？挡掉了，操作掉了，伤害。确实那个点位的话，其实感觉飞轮它交出来还是比较好交一点的，但终于也是击倒了。 1分半，接近3台了。这个算是牵制的比较久了。是，你挂在比较角落位置，可能迷烟炉直接换出来，换到中场去。不过这把的话，其实本身逃脱大师他是没有带一个化险为夷的。少一个化险为夷。如果现在是2个化险为夷的话，机子就很有说法了。 2个一套就基本上压好了。对，而且军工厂的话，你不用担心有一个跑图的时间。 2个人来救吗？可能也是顺路过来看能不能帮一下。对，修大门，直接开基地，但是很难啊，没化险为夷，根本起不到效果。是的，这样的话得去修一下大门废墟里面的那台了。还得想办法换位，让气象过来套化险为夷。但好像终于是换了，换到大门去，再去拖一点时间。 但大门那台会起的比较慢一点，还好是离门那个距离也会比较近。直接一个层云飞到椅子面前，有双倒面，不追，先减员，拉拉直接来打团了，还是给到伤害，拿了一个头。不过因为你本身可能是比较没有一些硬控的点嘛，所以这里也保不了了。但大防这台也还会差一点，先走吧，一会儿再找人绕一圈过来补就行了。你主要缺的其实是大门废墟的那台嘛。移行过来。 但实业那边也是第一时间想要去拉开这台密码机。你看这个双重欺诈还是起到了很大的效果，哪怕2阶它也能抵挡一波伤害。现在那台机就差20了。密码机太多的话，其实年景它有点没有办法去离开这台密码机。你稍微扭一下，其实密码机就要够了。 能多避点道具，然后把自己的技能拖出来。得回去了。逼求忍者多修1台，那至少移形是能拖出来。是的，但那边的话也是反应很快，赶紧找了一个满状态的人过去卡一下，而且卡的位置会比较远一点。
这样你半状态的人可以去修外围新起一台，然后再让满状态的人去卡这台比较多的遗产。现在如果他把逃脱大神秒掉，还有一波手椅机会哦。不能飞人再到脸上，密码机已经在修了，来得及吗？好像能直接强行抢亮啊！是的，因为充能还不够，直接开。有挽留，也开完之后，其实它是有2个花球的，飞轮抵掉了伤害，再加花球，来不及。那甚至移情还在手，这波在中场摸箱子，看一下要不要移情抬一波。我觉得完全可以抬啊，对，反正你不关就行。直接过去，但门的话差不多，但是还差一点点。开啊，开了，强风给他推走了。那这样的话也是完成了一个平局。对的，但这把的话，还能去争胜的。哪怕是喧嚣，你看上一局年景的熟练度那么高，也还是有一定的风险。上一局其实火灾他当时在大门牵制的一个时间就已经比较足够了。 16，如果说多个化险为夷，说不定还能有一话。其实感觉监管者那方面会比较难猜到，选到了月亮门。但是你开局可能不太好去对这个古董商下手。两个找谁？还是找阿策？毕竟你都已经是一个沙包里面的古董商，我相信所有女巫玩家应该也不会开局去追的那个古董商。啊，阿策这边是提前拉点，拉到了大门废墟附近。还想往外拉一下，封住他的一个转点。是的，不过站着打的话是有机会转到大房的。这里感觉平地要逼电了，这里被包夹了很难受。送寄生先，这样原生先拉脱，一会儿放隐身狗。他带闪了。哦，对，这波是带闪，我习惯性的打女巫的那种放狗体系了。那因为带闪的话，其实它中间可能节奏上面会没有那么好连接。对，但拉脱的话，我相信阿策也肯定会防你这个放狗的。那等原生闪吧。这边再包夹一波。哦，好像省了。不过也是送掉了这个寄生。送2个寄生再挂，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而且这把你追囚徒外面其实还有2个圈。这个因为是开出1阶以后才打的呀，所以还没有寄生，单信徒手椅。守门人可以省铲子啊，还是求稳交了个铲子。是不是可以给他震开无伤？感觉逃到第6条还是有点极限了。哎，直接救。想打针对，那这样阿策弹射可以拉距离，原生有闪不一定好闪啊。寄生拉脱，原生跟。那你现在其实还是有点距离的，你带闪其实就有这个问题在这里。就我觉得阿策应该能猜出来是闪现了，特别是张狂响的那一刻。这么久其实也没有教过狗。对，这里寄生闪都还没好，因为前期2个寄生吃的都很快。想要去送掉这个寄生。强电流。那其实也是把原生的闪现给它吃出来了。我觉得这把已经在修了。对，其实阿策他本身牵制女巫的一个思路已经是完成了这个及格线以上了。是想挂到大房去干扰大房机子，但大房是多的那一台。古董商一会儿可以套化险为夷，还能保人。这台其实差的不是很多。你只能说先站住，但是如果你救完帮保的话，这台机是有机会能开的。
只要把那个信徒拉走就行。吹刀救，这波的话得先拉走。哎，这个棍好像是想打一个信徒没打到。这其实因为你大房的那个信徒是阿策的寄生嘛，所以他只要等阿策先拉走，但那边还是得换别的信原神这波徒过去。甩过去有没有可能偷不到刀呢？那只要站住就行了，站住这样挂，想办法寄生古董上挂古董，然后囚徒寄生闪他，闪倒那得寄生囚徒了。但这样原神一定拉脱，赶紧抢密码机。就趁现在，那3人开门战了呀，往回爬，好像签都来不及啊是！的，感觉能极限起。那现在的话有个4人开门战，你击倒他还得花时间挂，而且你刚寄生过，小门是秒点的，而且闪现其实也还没好。那现在要的话， 3跑了，没有太多的一个机会去控到场。小门已经开了，然后大门他也来不及去管，就是1次牵制也好，2次牵制都是送寄生送的让真真九很难受。他这个打法不仅没打出来，而且成为了自己的限制器。是的，那最终的话也是求生者那边完成了一个3跑。恭喜 GR 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这是一个短暂的小晕的话来讲，其实对于他的追击节奏起不到太多的一个效果。是，现在的咒术也能牵制，更何况你中场可能也会有一个奇象的帮忙，再加上星源现在的道具呢，我可以小门，那在这里是可以直接去追击一下这个咒术的。咒术前期的话，不过也是有一定的一个加强，他那个自保会相对稳定。上来是直接去往了小木屋，并没有选择去抓这个咒术，想要去找磊来。而且磊的话是刷在了木屋外的，所以说直接往中场去进行一个转点，然后看一下星源也是已经拉走了，还不太好追呢。你在大房这边的一个1层女武就可以直接在这边窗户不用进行交互的，前期也可以不用交道具嘛，对吧？因为我的身位是比较舒服的。这里的一军人已经化了。哎，这边是有一个回速，是有一个层云，但是其实拉不了太多的一个距离。这个位置并没有选择去翻窗，选择博板。因为刚刚的话，感觉交出来是比较紧张的一个节点啊，所以说不太好去翻窗了。是的，这边的话可以画出来风，这个风能卷到吗？哦，卷到了，卷得很远。到了，是的。但来得及翻窗吗？感觉有点危险，不敢翻。对对对，还是稳稳吃一刀吧。真要敢翻的话，直接震慑。刚刚飞轮虽然好了，但是你没有办法用。而且的话，如果震慑那里面可是个地下室啊，对，这里想骗，稳一手啊，直接闪过来。虽然飞轮预判了，但毕竟是个大空地，没有其他点可以进。对，这个击倒时间还是比较快的。歌剧这个角色，他的出刀是不太明显的，没有办法进行一个木压，所以只能靠预判。这里往小推挂一下的话，是稍微干扰了一下大副的密码机，不过本身他也要救援，所以说对于求生来讲还是能接受的。对，让大副来进行一波救援，然后星源这边手里有一个遥控玩偶嘛，所以外边密码机其实他也不差的。是的，想过来驱赶一下，因为大概看到大副刚刚松手是往中推的方向去走了，危墙也有提前打掉啊，是把自己的视野开阔一下。加球让他带走嘛，到时候看让他去带到一个4号大推墙，还是说是带到一个小门。那感觉下来的话，球生也不打算去卡这个半啊，因为这个点位就算你有道具，其实也不太好去牵制了。并没有选择想要拼一下，因为本身第2个化险为是在气象身上嘛，所以说这把他们只有1个化险为的情况下，是选择了压慢。尽量先拖延一下时间，2段表都是有摇到的。是的。好，这里打出来了。被救下来之后，让气象直接带走。吃到了一个强风。想拖延一下时间。对。如果他吃到速度太快的话，大副就有可能会被打一个双倒。是的。这样的话还是成功的分开走了，尽量拖了一些时间啊。那密码机的话，其实差的还有3个半台。对。这里故意倒到小木屋，想让他牵的一个时间比较远，而且也没有多给一刀，给到一个2阶。是。野兽术的话还有1层吼。星源的话，其实他自己的包裹也是有留着的，前期是摸了一个娃娃去破译的。是。看一下东玄的2手节奏能不能快点续上。直接找了一下遥控玩偶，把自己的大副的状态给直接拨好。这个耳鸣的话，其实是没有排到人的，应该是中场的人，对中场的人给到的耳鸣。是摸到了一个护腕，对，是周末这边。
过完这里的话，其实可以直接弹了，弹到墓地。弹到墓地那边有很多长板，其实你追击起来会比较难受的，因为你前期没有过来处理过嘛。北东玄应该会直接死抓这个幸运儿了，因为他要尝试着赌一赌，看这个人有没有去带一个回光返照。如果没有带呢，我这边局面我就可以保平起步，或者说是我保也有一个3抓。对，这边拿到一刀也开了2阶，手里的传送是好了的，其实求生者就差最后一个半台。传送，可能也是想着我就近传一台去守一守，先达到了大副的一个状态。不过就是中场这一台的密码机已经蛮多了。是的。东玄其实现在不满足于一个3抓，他想要再去尝试争一下4。那这样的话，就一定要再把自己像一个船也尽量给拖一拖了。对，看能不能把大副给打出来。如果没能打出来的话，直接去墓地找这个幸运儿。看一下，幸运儿是补了一把枪，而且这边是有点想看有没有人会来中场补这一台。其实马尾那边是有点想过来补掉的。啊，再拖一拖。对，这的话再抓这个幸运儿。哎，有一个摸箱子的声音。是交了一个飞轮翻这个板，我觉得东玄是能意识到他的一个天赋携带了。这个隐喻好丝滑呀！枪的话也是提前逼掉了。对，如果你这把枪再不交出的话，到时候你下椅子就很难交了，很容易就是说我先被打一个针对，然后你这个枪再交出来。再翻窗。回速，不过前面还有一块板，这边的话一刀闪了一刀。那毕竟是个短板。是。那能看到狮子是去补上了小推的那台遗产。那他密码机是在这个传送好的差不多，其实是能压好的。那东玄的话，其实也能成功的在开门战的时候把自己的技能给拖出来，再加上幸运儿是没有回光返照的。要走过去吗？我怎么感觉东玄要走过去啊？他确实想要走过去，他想把自己的传送拖好，或者说是想尝试一下把大副直接留到这个1号围墙。如果能成功的话，这局面他就能有一个4抓的能力。对，主要是大副的话确实是没有道具了，大副没道具他是知道的，2块表在脸上交掉。是的，利用这个围墙躲了一刀。得看一下处理大副这边到底快不快，但是被砸头了。因为你刚刚挂的椅子离小门是很近的，所以说求生者那边是直接贴上小门。对，那边的门进度现在已经是推到了80%了。好，那这边击倒的话，大门那边是点的慢一点点啊。对，但是没关系嘛，那边好像是个遥控。是个娃娃，对，是娃娃在点。幸运儿本体好像在墓地的方向。这边回速只能就是说去挂这个大副了。幸运儿这边是摸出来了半颗球。直接拉球去大门的话也是拦不住的。对，因为大门也是有开掉，主要你的传送是给交出来了嘛。对，东玄这一局其实他是有一个3抓能力的，但是他为什么就是说是打出来这个局面，就是因为他想要去摊，他想要尝试一下看能不能有一个4抓。一旦就要说他能把大副留到这边的围墙，留到这个。幸运儿跟魔术的话也是都会有点难受的，因为魔术我们有看到，如果你分身棒交的一个节点不太好的话，他还是有可能一瞬间给你缠到隐身状态的魔术的。确实。不想让他牵制的。啊，选在了小门，那感觉就是要追一下玉林的幸运儿了。对，看幸运儿这边进入到比赛画面上来是直接去找这个幸运儿了。看一下玉林的一个拉点思路，他是选择狗哦，没有先藏一下。对的，但是他要小心再往。他好像怎么藏到了？没有往左边看了吗？哎，看到了，看到了，可能有一点意识到了，然后一回头发现玉林也正好站起来了。那这样拉近了很多啊！你本来就是说是想要去藏的，并没有想尝试拉点，结果还是让监魂者绕到了不少。这边先交一个窗台拉走，板子也是有下掉了，不过这边有点危险哦。手里有球，但是面对有藤蔓的情况下来讲不好交。球也就还好，能缠。赛跑，我感觉2个人在赛跑。是的。他这个球必须要用光，你如果说是用到一半的话，敢省的话就追上了，还能再控制住，差了一点点啊。没错，这球现在就剩了个球皮，所以说没有多大用了。阿乐这边呢，让自己好像刚刚是卡了一下魔。这边开门，再穿有了碎石，想先炸吗？得小心躲这个炸，要不直接出刀吧？对。如果你想要尝试用这个碎石炸的话，很有可能炸不到。还让自己付了一些时间。这个藤蔓不太好命中啊，因为有一块长板。那他想闪现，但是手里是有飞轮，但看能翻过去吗？那翻过去其实也没用，因为有碎石。没错。不过还是多拖了一会儿的。这个碎石稍微慢一步的话，这密码机可就牵制到3台了。是因为他过去的话，直接就是另一个故事了，你还要来裁判。对，现在求生者还有一个大难题，就是你面对杂物商怎么过来救这个人？提前来，只能先提前来，对吧？你来的晚的话，你会受到这个淘汰进度的压制。对，连续2波控，这里先要一波怀表。阿乐这边想提前出刀，把他逼出来，让他提早救。但感觉这个淘汰进度其实是有点难受了，已经。
先一个碎石，但是没抓到。打椅子了！哇，无伤救下来，那这一波对于球神来讲是很赚的。这可就亏完了。是的。这里反弹，交一个反弹，拉远一点，让大副直接起墓地这台密码机。对，拿刀就拿刀了，不让你开二阶就行。对，反正也是要带到小门。大副这边直接起第二台，再交了一个窗弹嘛，对吧？然后还耗费了一个藤蔓让你过来赶路。是，确实是没有拿刀机会，主要也是因为刚刚救援的时候没有打到大副身上，所以现在存在感差的有点多。没错。哦，居上天的话应该已经是贴过来了，毕竟他还有一个化险为夷。就看君上天这边愿不愿意救了。如果不救的话也可行，因为你就算救下来，这个幸运儿只能撑出一个化险为夷的时间，对，他并没有什么牵制的能力。是的，所以说可以卖。因为你墓地现在是一个满状态的一个大副，他手里还有怀表，也是能去打出一个2次牵制的。对，包括木偶是满状态的话，就算比较克，也是相对来讲能溜一会儿的。哎，君上天这边想尝试为队友去承担更多的压力，能不能成功救下来？也是直接扯下来了。哎呦，还刀打了墙上。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讲更能接受，因为这一波比较可能会掉状态的手椅环节，两拨人都是守住了自己的状态的。没错。只要能成功救下来，这个化险为夷套上，那外边的密码机，你首先这个墓地的，它也就是有机会能是直接亮掉了。现在密码机已经修到了一个近80%。往这边去挂一下的话，可以再去管一下墓地。是的，但但是能修到90多的一个进度啊，看要不要去强亮吧。97、8。可以，感觉强亮的话不松手是可以亮的。用了藤蔓，但我感觉好像贴不到密码机啊。可以亮，对，只是让你先过去。那你还敢追吗？这个怀表其实他都不会愿意用了，吃这一刀直接转走，拖到那边密码机压好，到时候用开门战直接去使出来这个怀表，直接传送。这边的话也是提前有下板往远处拉，那这样让君少天赶紧贴过来给一下这台密码机的压力，然后木偶师的话快点拉走。但现在抓木偶师并不能让监控者能打出一个3抓面，他必须要去抓到这个没有带回光返照的魔术师才行。其实他越抓木偶师或者说是大副，他更偏向一个平局，甚至还有可能让求生者争到一个3跑。对他们也接受的。对，而且这边阿远他提前拉得太开了，导致你没有办法很放心的追他，因为已经离那台大遗产很远了。你要时不时的回去看有没有人过来修。是，外边密码机已经在晃动了，阿乐现在只能去抓他了。但他刚刚会很犹豫嘛，就是一直有看小推那台机子。这里还在变红光，有一个重金之托。这中间之托也不敢打呀，反正已经变身了。对，再蹭了一个板弹拉走。我觉得安乐还是要看一下小推那边。不过我看求生这边的意图是2个人合修已经是差不多了。不错，这边提前的一个变身加诗句，是把这个藤蔓给废掉了。再想利用废石，碎石这个好像不太好命中啊，最好直接亮保了他的状态，这样他还可以吃挽留刀。对，而且求生那边压的密码机离小门很近，所以这边还是有地窖的，还可以再变身啊。对，得看一下这个地窖到底能不能博弈成功。关键还没能绕到，这里的话还能再等一等。哎，碎石炸到了1次。是的。但是现在好像不太好拦啊，要不然先往那边的地窖先混一波。怎么感觉这个地窖容易走了呢？还有挡了1次，顶住了那个藤蔓，拉住了，能走吗？下去了。完成了一个3跑，单人3跑，哇！所以我就说，入殓师的反生，我尽量也是能够最快的赶到的。而且喧嚣其实有时候也是蛮能接受的，毕竟我给你上到球之后，你就算给我拉点了，你身上的标记还是在的。对，要看他。话是入殓师。大家看选择在终点会不会去携带一个单飞轮，还是说是双台飞轮了？化险为夷应该他不会去携带。好，进入到比赛画面，上来是直接去往终点，想要去找这个周末。周末作为一个飞行家，就只能先围绕站台了，看能不能去躲一下这个双重惊喜吧。上到了一个红球，前面进鸟也上到了白球，这2个都是有命中啊。这2颗全中，后边的牵制压力就很大了。对的。有一个标记就会掉状态啊！只中1颗都还好，只中1颗你在后边的一个双重惊喜很难，就是说给到他一些压迫嘛。就我后边一个悬停我能躲过。是的。这里悬停可能就要用了，悬停直接交。到了对面。还好刚刚不是粘土，刚刚粘土要是能瞬间打出那一个攻击，我感觉悬停都有被打下来了。看一下后面自己的一个道具的时间也续出来了。是的。现在飞轮还有一个2秒，哎呀，飞轮没来得及。是的，这边张口也响了。没错，
在预判打到1次，就觉得你大概就是在这个板一直在跟我绕嘛。是的。空中飞人刚刚也已经用过，周末现在只能是利用自己的喷气背包转到另外的一个300板区。博弈砸到吗？有点难，东玄的话也没有把身子放到板里去啊。不错，这边交了一下飞轮，但前面就坚持不太动了。是的。密码机现在有一个近2台半， 2台半，对。攻击是给到了入殓师。没错。救人肯定是要救的，但救下来之后，这个喷气背包最好就不要用了。磊磊也过来了。哦，两个人想都过来一下嘛？想让空军救吗？但2个人耽误的密码机有点耽误的多了。哦，空军应该只是过来进行一波破译，让佣兵来救。压力，怕你刚刚追出去的话，狮子在中间会给到你点状态。对，而且空军过来，他的意图是什么呢？他想要把这边的3连提早进行破掉。对，然后卡了一个很极限的半，这里还是补了一下佣兵的状态。这喷气背包最好就别用了，因为你就算用了，你也拖延不了这个化险为夷以外的时间。对的。直接带走，带到一个角落，到时候再让佣兵这边去卡这个位置。是开启了2阶，主要空军那台84也可以让入殓去补一下嘛。对，已经是很多的一个进度了。这样的话，他们的一个起新机的速率是比较高的。是。看一下这一波又通缉到了入殓，我觉得对于东玄来讲也很清楚空军跟佣兵的一个位置。空军这边犹豫了一下，他想要不要救？哦，他是故意离开这个密码机，让监护者是的，让监护者以为哎，空军这边也要过来了，2个人都要过来救。所以说他必须要回头，也能让佣兵有一个更好的身位，不被拦截。那这边的话，其实一个护腕坦过来是可以直接扯下来的。是的，看能不能无伤了。救了下来，想躲，卡到了绕场谢幕，哎呦打不到。啊，画了一个分身去击倒啊。是的，护腕全部用光。对。手上还有个喷气背包，飞轮还有一个28秒，不太好攒出来啊。等一下磊磊吧。救援的话，其实也是耗费了东玄这边的一个分身的。对的，这里想利用3段喷，喷得下去了。哇，那这一波很赚呀，因为这样的话，东玄还要绕很远的一个路过去。对，还能再拖。其实已经很多了。不知道能不能拖到空军过来？空军现在已经密码机有点难，主要他本身也没有回光返照。是，要是能拖到空军过来的话，手里带着一把枪，还能再拖你个半分钟时间。看一下他是要不要去把狮子这边给捡起来，还是去看一下密码机？他想找一下狮子，差的就是空军刚刚让出来的那一台啊，对，以及还有佣兵的那一台桥上，这边想跳过去直接管。是的，空中飞人先过来管一下这个入殓，要不然先把这个入殓击倒吧。你反正都已经管到这台密码机了，2台密码机都太多了，你只能管其中1台。主要是这个灵柩最好还是让开门战之前给他逼掉会好一点。你要不现在废掉他的这个绝处逢生，要不然的话现在就废掉他的这个灵柩。但是你现在都已经打到一个将近开门战了，他这个灵柩绝对不会用的，哪怕让他队友救1次都行。东玄现在不能迟疑的，他要赶紧进行追击。因为你迟疑了很久，都会是给到佣兵这边补充道具很久。对他刚刚已经是摸了一个护腕了。不，这边想飞轮是东玄那边也没有出刀。应该是要倒了。对，反正他哎传送了，找了一下佣兵。不过好在他的判定还是在这个密码机身上，因为佣兵他是没有自愈的，如果能击倒的话，也可以不挂他。对，佣兵直接往中间倒就行了。对，你不挂我以为不挂，但是我只要往中间倒，你这个身位你肯定是去不了这个起点的。然后空中飞人也不够。对。因为离门离得实在是太远，这边强行翻，但好像地窖没有在这边吧？哦，罗马世纪好像都没有。看一下一个视角。对，东玄应该也是有要去看一下，地窖应该确实不在这里。这个地窖好像要么在2战，要么就是在那边的电击桥，所以说狮子现在也有点难走，这里吃了一刀。在这里拖一下时间，然后往远处走一走吧。是的，转不开。对。哦，杀了一个鬼巫后，那就更走不掉了。完全不在一个半场。对，然后自己还带个移形。对，要么移形，要么传送。也有一个，因为本身是有一个过山车，而且他们还有像，飞行家跟哭泣小丑这种很强的拉点角色。对，也只能这样去携带了。你如果去带一个张皇家底牌，我不知道他这个前期会惨成什么样子，因为哭丑他跟野人都会过来帮一下忙。而且你想换节奏也很难。是的，野人。而且野人下来是有一个2次牵制机会的。是，野人这边在2战。然后飞行家这边是在终点，监护者是选择一个红马的位置。不
果说是追飞家的话，感觉会像上一把差不多的一个剧本啊，就是好，进入到比赛画面，上来是直接去往了鬼屋，终点并没有想要去找，想要直接去找君上天吗？哦，还是回头了。但是找樱花的话，樱花是个野人，其实也就还好。还是想找一下玉林啊，我觉得其实他是想找玉林的。玉林也藏起来了呀。对，因为其实你开局的一个走位就不太寻常啊，所以说起点半场的人可能要更加的警惕一些。等等，都这么的了解对手吗？上来都该藏的直接藏，一点机会都不给啊，很聪明啊打的。那这样的话其实是不太好找到了，因为现在大家有该拉开的也都拉开了。现在又过来找君上天，君上天现在但是有一个野人的肖尔明。对，你还不太确定他到底在哪里，不过根据这个脚印应该能看到。只能追他了吧？你也不能换人了，只能找苦丑。这苦丑直接拉着火箭就跑了。对，而且他下来有一个窗弹，对，我给你拉出一个双重惊喜的范围的话，你也没有办法给我上标记。这拉的距离太远了，可以直接坐车了。对，要坐吗？其实可以直接坐的，直接坐了。再等一会儿，没有跟上。对，想摊着上椅子，但没能跟上。对。好像就差那么个0.几厘米吧。因为他跟最后一个位置已经是离得很近，哇，君上天非常稳，下来就接着交火箭，给你拉开这个距离。对，双重惊喜都不好预判，直接交了一个异形，但是他没有往侧边拉的，他还是进了屋。是的，那这个楼梯其实你也会比较难受啊，因为它是个环形啊。没错。然后自己蹭了一个反弹，再拉开。对，想要去拖出这个7秒 CE 时间。现在绝对不能给这一刀，而且这个车也不能坐了，因为现在监管者他是有了一个1阶了，马上。成功的坐上去了，而且他没有说被刚刚的焰火舞台封住。这几个双重惊奇只给上到了1层标记啊！而且最主要的是你的移形交过了，所以说你后面我就给你拉点就可以了。是，对，他还不能换人，你现在要是换了人，你外边不是，那你要满的，又重新追一个满道具的人，好不容易把苦丑的道具耗完。所以说他现在舍不得，他只能去接着追击这个君上天。对。那我们看密瓦基的话，其实已经很多了。这边的话，一个空中飞人过来，预判还没有上到这个粘土。是的，苦丑刚刚是直接预判他这边的一个空中飞人，所以说我先往后挪了2步，让他这个黑色区域并没有说是打到1次标记。那这把君上天对于窗弹跟反弹的利用，完美预判，对，利用的很好，他一直在给到自己加速。是的。现在还有一次空中飞人，能躲掉吗？没能躲掉。但是你看密瓦基已经是4台了，4台了。对对对，我感觉救一波都已经差不多，就是好在这个图比较大，可能大家还是要补一补。哎呀，这个牵制时间让监管者去看一看的话，还真是绝望。看这画像，你能不能稍微压了一下，但也只是说可能干扰一下。只要这边有人过来救你，还是要把注意力放在手椅上。阿乐现在是必须要得摊，他要摊一下野人双的，要不然的话就是直接去守住这边狮子机密瓦基。但比较难，因为这边是个满状态、满道具的飞行家。其实球商还会更希望你换节奏的，因为其他人是有回光返照。那你现在要是不逼他们进行救援的话，他们就想要压满了。这边空中飞人还失误，他想直接跳到野人脸上逼野人进行救援。外边密码机马上就能压好。为什么野人这边想要压满救呢？因为他没有带回光返照。对，我用这个化险为夷的时间拖。是的，我只需要到最后密码机压好的时候，一个化险为夷我救下来，就可以密码机直接亮了。是的，亮下来，你不管去守哪边的门，求生者的局面肯定是完成一个平局以上。救下来了，密瓦基的话90多。是的，打野人又没有用，他是带了一个回光返照的。对，库伊小手这边也不管了，反正我就是尽量的拉远一点。对，然后那边求生者直接亮，看一下门，移形交了吗？那想要探一下管一下樱花，因为阿乐知道他如果说是这时候再不去探一下这个野人，他这个局面只能就是说是被3跑。但这边的话有小说家，其实我觉得小说家是可以给到一些帮助的，而且就算击倒的话，这边也会有人卡砸到一个头。你现在把野人给处理掉了，你怎么挂呢？你挂上之后，小说家就可以换位过来救。对，你君上天管不管？你君上天不管的话，他有学术风声，他能自己点门啊。而且那个门刚刚在他倒地前还已经让他点了33的一个进度。对你这选择怎么做呢？移形门现在也关了，终点现在暂时也管不了。玉林先过来给压力。对，如果你敢去牵人的话，我这边就把人救了。是的，玉林现在也已经过来了。对，阿乐现在看到他了。但并没有什么办法，飞行家现在也已经过来帮忙，得给到一个双重的压力，因为你单独去追一下玉林的话，这边也不好走。是的。好，这边通缉给到了飞行家，能看到飞行家是往这边赶的。好，飞行家也在脸上。接着这样去拖，我觉得对于监管者很有可能都被打成一个4出面啊。因为如果你没有挽留之后让野人再去上猪的话，也会比较难受啊。是。
现在就求一手稳。玉林的话，慢慢去往终点那边去弩。你看到小烧家的一个位置，但是你敢管他们？你不敢管。飞行家手上有一个玄铁加一个喷气背包，你只要这个距离你追不上小烧家，我转头就跑，我跑青剑门去。你再怎么但这边的话，阿乐他是有这个空中飞人的，其实他是有机会贴到阿元脸上的。是的，你想过来找他，好，我小说家这边的话，我再折返，我又回来，我又可以去救一下这个野人。来得及吗？那一个高喷直接喷门，主要是你现在是有挽留的，必须要躲掉这个粘土球，躲掉了，躲掉了。这边能走吗？阿元走掉了，完成了一波3炮。那这样也是让我们恭喜朱雀。是的，赢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也是直接拿下了2个净值分。